大家好，我是查克。今天这个视频，咱们来聊一聊卡塔尔世界杯的志愿者。一届大型的体育赛事或者是重大的国际活动能够成功的举办呢，志愿者在其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那不管是刚刚过去的2022北京冬奥会，以及上一届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都有上万名的志愿者在无私的服务，从而保障了整届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所以本期视频查克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卡塔尔世界杯的志愿者。首先呢，当这个视频发出的时候，卡塔尔世界杯的志愿者申请服务已经截止了。另外呢，查克也提交了卡塔尔世界杯志愿者服务的一个申请，目前还在等待一个回复。如果查克有幸进入到下一轮的一个筛选，到时候呢也会专门的做视频来跟大家分享。查克也加入到了一个卡塔尔世界杯志愿者服务的群组，在这个群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大神，他们参与了过往2014、2018欧洲杯等等世界大赛的志愿者服务。在这儿呢，我也跟这些大佬们请教了一些问题。即使查克没有机会成为卡塔尔世界杯的志愿者，查克去卡塔尔看球的时候，也会约见这些小伙伴，给他们做一个小小的访问。到时候也会分享给大家。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卡塔尔世界杯志愿者服务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第一点，志愿者有没有报酬？这一点查克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任何的入选的志愿者都是零报酬，都是不会有任何的物质奖励的。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不会为志愿者提供往返的机票，不会为志愿者提供住宿，这些都是需要志愿者自理的。那么志愿者能够得到什么呢？一件志愿者的制服以及一辈子的美好回忆。那么第二点，志愿者的数量有多少？志愿者都是做哪些服务呢？本届卡塔尔世界杯预计招募2万名志愿者。我对比了一下北京2022冬奥会的一个数据，在闭环的情况下呢，志愿者的人数将近有18000人。而上一届俄罗斯世界杯志愿者的数量是多少呢？17000多人。因此对比过往的这2届大赛，卡塔尔世界杯2万名志愿者这个数量应该是足够的。关于2万名志愿者人员的构成，我在我们卡塔尔世界杯志愿者的这个群组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消息，大概是有15000名志愿者是来自于卡塔尔本土。除了卡塔尔当地的居民，还有非常多的居住生活在卡塔尔的外国人，他们来提供志愿服务。那么来自于全球的这种国际志愿者呢，大概会有5000名的样子。我相信很多的球迷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觉得志愿者可以免费的近距离的去参与赛事，去接触到这些参赛的球员。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有点想多了。我相信80%甚至90%的志愿者，他们的工作地点是远离于世界杯举办的场所的。大部分的志愿者会被分配到机场、车站、地铁站、热门的旅游景点以及体育场的外围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场所。真正能够进到内场的志愿者真的是少之又少。另外，志愿者服务也是一份不拿薪水的正式工作。那么既然是工作，就一定要有工作的纪律，有工作的要求。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您是一个在球队的驻地酒店外围协助安保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的话，这时候 C 罗从您背后走过去怎么办呢？您依然是要面向球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秩序，而不是拿出手机进行一个自拍，这样子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提问了，既然志愿者服务是要我搭钱搭时间，没有任何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为什么要去做呢？或者是说，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去申请志愿者的工作呢？首先，我认为任何人都有资格去申请志愿者的服务，无论我们什么年龄、什么性别、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我们愿意为这样的一个盛世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有资格去申请志愿者的服务。再者呢，志愿者的服务也有一定的门槛，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需要搭自己的时间，甚至还要搭一定的交通和住宿的费用。
因此，大家如果想要去申请志愿者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完成志愿者的这个服务。那志愿者服务又搭钱又搭时间，没有任何实际的报酬回报，为什么还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参与进来呢？就是我们有机会亲身的参与到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盛事当中。同时呢，如果你一旦成为了一个志愿者，那你将有机会在一个非常国际化、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氛围当中，与来自全球的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长处的小伙伴一起工作这样一段时间。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会为您今后的一个职业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在看视频的您还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我觉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亲身的参与到志愿者的服务当中。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遇到了一些大神，像是来自巴西的 Indy， 他参与了2014的巴西世界杯、2016的里约奥运会、2018的世界杯等等过往世界体育大赛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因此呢，我也给他发了一个邀请，在后面我会专门的出一期我们如何去申请这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也好，或者是国际活动的志愿服务，会请到 Indy 这位大佬来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查克，再见。